你房地产转淡就持平的状况或者下跌的状况，你那个错层夹层根本就卖不掉你只有趁大热的时候，人家那边各积极追加，这个三房怎么那么便宜？好，我们去看，然后一对新人新人刚结婚夫妻，他们不是很懂，刚开始看房，他就看到哇，这个房子怎么那么奇怪？三房是三房，不过它怎么会分割成3层？然后中介就会洗他，没有啊，这怎么讲？然后他脑波一弱，他就签了，签了之后他就会后悔，就是这样，错层这种东西。我不喜欢啦，市场不青睐也有证据证据是你看建商现在哪有在盖错层的就是前一批盖错层的老前辈，他们草都长那么高了所以他就不行，这个不行现在都修正，所以他现在做2房会极端的小，他的3房他可以极端的小他也尽量不要去搞出错层这种东西。哪种房子买了会赔钱？真的有这2种房子买了你应该会赔钱先说结论，你这种2种房子买下去买房子你赚的就没有人家多那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赔钱或是就真的给他赔下去了你就要赔钱你才有办法脱手这样这2种房子就是别墅或夹层屋别墅或夹层屋，还有一个更夸张叫错层这个等讲八卦的时候讲好，很可能你要卖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赚的就会比别人少很多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房贷要提早缴清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哪种房子买了会赔钱我们之前都在讲，买房很难赔什么有没的那我们这次就来聊真的就赔给你看的那种房子什么有人跳下去这种事情那个凶宅我们就不谈了我们聚焦在房子本身的体质然后来让你赔钱这些事情。第一种容易赔钱的房子，度假用的休闲住宅度假用的休闲住宅就别墅别墅为什么不要买因为它超难脱手的，超级难它的问题就在位置都在那种青山绿水，对不对然后大家可能是6日才来住爱住不住那自然就几乎没有生活机能可言，这个连 7 都没办法开所以你想要吃到这种时间带给你的报酬就变得非常的少，它就不会是蛋黄嘛，对不对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对啊，你多放10年还是会涨，对，会涨，那是地价带给你的那个涨幅，但绝对是涨不赢很普通的比你便宜很多的蛋黄区中古电梯3房那如果你就真的是买来要度假那你就是买来要养老，那当我没讲因为那本来就是你的用途，你本来就不是赚钱为导向那你就去买那个度假宅第二种容易赔钱的房子，夹层屋或错层错层又更严重了。夹层屋就是这间房子在取得实照以后，屋主2次施工叫2工就会变成这样。我找一个这个还叫很漂亮的夹层屋还叫超漂亮的夹层屋它就大概4米吧，或4.2米然后你就上面还可以弄出一个房间这样然后这个夹层屋现在很变态我之前在那边看信义区有夹层屋一户6000多万，我他妈还住夹层就是这样所以那种地方我们不考虑。我说信义区啦我们有这个实力考虑信义区的，我还在那边拍影片好，那夹层屋啦，我讲夹层你也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这样。这有很多种变体这个我那个讲八卦的时候也是讲一讲。那这个是 AI 生的图，我只是要表达说你上面还有一个房间，你可以做卧室这样那楼层高度没有那么高的人，他就会变成怎样？他就会变成说上面是储物空间那也行啊一般夹层屋上面卧室的高度不会到我图片这么高那大概就是一个成年男性，你走进去你大概还要弯个腰啦那夹层屋的问题是什么？能接受夹层的人很少非常的少，所以你就变成你会卖很久。如果你又卡着要用钱急售，那大概就是赔收。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房子的房价还是在涨我打个预防针我刚才讲这2种可能会赔钱的房子你现在随便上591或者下登录你去查来比对当初的前一手那个我未看先猜，它应该也是有涨。如果没有涨的话，那你就私讯告诉我，我也想要开眼界就我们之前讲说，房地产胜率真的很高嘛，1万间房子你要找到10间赔钱的，真的蛮难的1间是凶宅，9间大概都是买度假别墅，我猜的就这样就算这间房子的体质没有那么好，它未来还是可能会赚钱，就土地还是每年都在涨所以它只是反映了正常的通膨而已那它赔钱的地方赔在哪里它赔钱的地方赔钱在赚太少
赚起来比别人少啊，这个东西少赚就是赔哦，就这样。我乱讲了哦，就是它涨幅非常的令人不满意，就变成说你资金发动在这间房子上不如去放在台积电算了，放在中华电信算了的这种程度哦。我假设你买一间甲层屋，你花1000万，然后你朋友也是花了1000万，好，买了一间是3房 ，OK， 好，正常的正3房，过5年以后，你的甲层屋可能涨到1200，然后你的朋友的3房应该1400、1600都有机会。那请问此时你是赚钱还是赔钱？你是赚钱的，对不对？但是你就看着你朋友，当初不是一起买的嘛，你那个相对剥夺感就会跑出来了。这人性这没办法那种房子就是天生体质比较弱嘛。然后再说了，夹层它当初就可以卖到1000，你的那个地段一定是比你朋友正3房还要好的因为他正3房也买1000而已嘛。然后来，最后你要知道，买房少赚就是赔钱为什么？因为资金使用效率就不对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推荐那个蛋黄区的中古电梯大楼3房平车我的中古很古你现在可能觉得7、8年这个东西叫中古屋，好，没错我看的中古我都看到30年以内20年以上我都看这种的很古因为这种物件的需求性就是很高，3房电梯平面车位就是很高，最高了所以这种房子中古屋市场供应又很少，极端少新房子又很贵所以这个很好跑了，很好处理了对，那景观户稀缺性以后再说那个稀缺性的可遇不可求，至少在我们中古屋市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买房自产就是要奔着什么需求最多的人去买，就最多人会挑的房子去买中古电梯大楼正3房的潜在买方1万个人，他们都愿意，如果价格 OK 的话，他们都愿意买。好，你一个夹层屋可能愿意的人剩下2000个。那你自然就会比它难卖嘛，就是这个意思而已那你自然涨的就会比它还慢就这样。好，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别墅跟夹层屋会不会有人买？会啊，它不是都屋主嘛但它需求量就是非常的低迷啦，所以很难会有那种溢价的机会。这边同时有2间在卖，可是过了3个月只有1个人来看房子，就这样就很容易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不再蛋黄，那工作怎么办？所以你的买方直接就卡掉一大半了就这样那电梯3房就不是这样蛋黄区中古电梯3房就是这里有3间要卖然后1个礼拜之内20-30组人就来看屋了就这样，它自然就有机会去卖到更高的价钱。所以房地产的置产我还是推荐你首选就是蛋黄区，然后中古电梯3房平车。当然这东西就不会有便宜的嘛那就是这样，人人想要的东西，它有什么便宜的理由如果它还便宜，它就是有问题比方说之前好好的，然后现在是凶宅，那卖便宜你敢不敢买你有能力处理得了凶宅你就买我们通常都是没有能力的就这样那能上蛋黄就上蛋黄不能的话至少你买在蛋白你也不要买在那个连蛋壳都不算的青山绿水度假休闲别墅，就那个天黑下来，然后只有你一户在那边，然后你晚上你很害怕的这种。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哪种房子买了会赔钱。那我先跟你分享了2种可能会赔钱的房子第一个休闲住宅，就别墅度假用的度假屋，虽然它可能也会增值，但增值的幅度真的是不如你去做一般的房地产。建议你真的是等养老的时候你要买再买第二种夹层屋现在会愿意买夹层屋的人很少了。如果你是急着要脱手的话，很可能只会赔售。为什么夹层屋买的人会少夹层屋这种东西就是说它面积小，所以变成总价低，然后又硬生生多出一个房间可以当2房使用，可是它就有楼梯。它楼梯的问题在哪？它会卡掉一大半老人买房老人爬那个夹层就这样，所以他就不要那你的买方瞬间又减少了就这样真正不败的东西还是3房平车，而且是中古。为什么？因为中古对比新成屋、预售屋它有价格上的优势，这种买方会最多的。房地产的赔钱，我自己认为就是资金使用的效率资金使用的效率，你赚的比人家少，就是资金使用的效率没有人家好那如果你只是追求不赔钱的话那个资金使用效率好的话那应该还是电梯然后蛋黄然后3房平车，这种东西是无敌的，因为需求真的很高，老人也要刚毕业也要然后刚结婚也要，刚生小孩也要，他们买方是最多的啦要输就真的比较困难对，
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讲八卦。我先讲错层然后再讲那个度假别墅的八卦。夹层屋是夹层屋，好，还有另一种等级更高的，就更夸张的东西叫错层错层很夸张哦，我以前拍片讲过我自己看过的就是空中地下室，有没有看过？你大门进来，你这边是1层没有错，可是你要往下走楼梯，我明明就是电梯大楼，我怎么要往下走楼梯？那边下面有第2个房间，就这样啊，就这种东西啊。好，还有错层的变体，我最近还在那个 YouTube 有看到一个节目，很猛。它大门社区的大门一进来然后啊，它是分3层使用空间，它那个楼梯走进来我比给你看，这是入户的方向，好，这边是1层，这上面1层，这下面还有1层，很夸张啊！家里都是楼梯，你就是这样子走下来，好，这边是一个客厅，然后往下走，那是一个厨房、餐厅，还有一间客位，好，然后你跑回这个平面，你往上走，上面有2个卧室，就有这种东西在新庄，就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啊叫做错层，错层真的是看屋的人会大开眼界，哇，什么东西呀？你要不要买啊？不要，我不想出价，我去看正常的啊，就是这样。错层的设计我不止在新庄，我在汐止也看过，汐止的还是新成屋哇，我真的是极端的不喜欢，真的就是不喜欢那你看，连我这么接受度这么高的，我都不喜欢的，那真的市场中能够接受的人就会非常的稀少，非常稀少，就会导致你到时候房子很难卖。但是啊，他这种房子为什么当初卖得掉？他一定跟你讲得很好嘛。你看那个我们的魔术大空间，安诺这个楼梯下来还可以做储物格就会有屋主被迷惑完了之后，这些屋主他就要面临自己东西很不好卖。这种物件大概只有剩下财务上的优势，就是他坪数然后去做贷款，就去干嘛有没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个不受市场青睐，因为有能力的人还是会想要买一个方方正正的嘛，就大平层嘛，全部都在同一个平面，4房双主卧然后这个才是追求这叫3代同堂格局，最顶级的格局那你这个错层在我看起来都会被排到这个夹层之后，即使你是房地产新手，我都建议你一看到你就避开就对了因为那种东西一样，只有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你才能趁乱卖掉，卖给不懂行的新手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是诈术了，所以我是真的很不喜欢。你房地产转淡就持平的状况或者下跌的状况，你那个错层夹层根本就卖不掉你只有趁大热的时候，人家那边各积极追加，这个3房怎么那么便宜？好，我们去看，然后一对新人新人刚结婚夫妻，他们不是很懂，刚开始看房，他看到哇，这个房子怎么那么奇怪？3房是3房，不过它怎么会分割成3层？然后中介就会洗他，没有啊，这怎么讲，然后他脑波一弱，他就签了之后他就会后悔，就是这样，错层这种东西我不喜欢啦。市场不青睐也有证据证据是你看建商现在哪有在盖错层的就是前一批盖错层的老前辈，他们草都长那么高了所以他就不行，这个不行现在都修正，所以他现在做2房会极端的小，他的3房它可以极端的小他也尽量不要去搞出错层这种东西这就是证据错层。
然后再来度假别墅。我讲别墅好像你听起来很厉害，其实也还好，它就是一个透天，然后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透天，然后就被人家叫别墅。然后好一点的还有那个社区管理，就是你要进那个园区前面有那个警卫然后你要帮你开铁门干嘛，你车才能进去。好一点是这种，烂一点真的整个放得烂台北有什么海湾新城，对不对？在白沙湾那边。海湾新城还是好像前年嘛，那边就一大片废墟，然后看起来很难看，又在大路边，然后就把它油漆过紫漆正面省钱啊，紫漆正面。其实那个房子上面都很烂了，窗户都破了，又海风第一排什么有没的那现在只有在1、2楼有人住，因为它不用电梯嘛，还有人开店，是有人常住的不然以前那个废墟探险都喜欢去那里。那现在底下有咖啡厅，还有玩冲浪，外国人什么都有但是就是那底下1、2层，海湾新城海湾新城就是很典型的度假宅，真的是海景第一排它刚卖的时候一大片社区然后都做套房格局然后就是卖给我不知道嘞，以前20、30年前就有一阵子流行这种东西，叫做海景度假套房那当然市场不买单。海湾新城我记得Joeman还有那个 Ted 也有去拍过现在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恐怖以前是真的很恐怖。我小时候那时候看鬼屋真的我们都想到是不是鬼屋那一条那时候就是很流行这种东西叫做什么海景度假宅。有小朋友听众的自己切掉看海打炮，老婆看不到，反正就这样啦。然后套了一堆人。好，现在变成怎么样？现在变成就那些屋主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缴都被法拍，法拍没人要就这样。好，现在你去看海湾新城也是涨起来了也是涨起来了。但我说真的，资金利用效率你不应该买海湾新城，然后放生等到现在，然后来等这个涨，不应该。你应该是怎么样？你应该是先去蛋黄区滚一滚，滚个5年10年海湾新城这种东西，如果你还有零钱，你再现金买下来，不要贷款就好了，不要让它来吃到你的那个席位那一带白沙湾北海岸那一带还很多嘞，对不对？3只热带鱼什么佛朗明哥那一堆，那都一整片社区，然后就是那个度假宅，它也不是别墅，它好像是套房然后那没什么管理它住户超级稀少，然后它管理费也不缴，然后就看起来就晚上就是很恐怖的地方。除此之外很多，新店也有汐止也有淡水也有，淡水还多嘞。淡水不是有一个什么360什么在山上一整只远远的卡到现在，很多啦真的很多。然后美浓讲南部美浓一整个社区都是被法拍的，在美浓法拍都套房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度假宅不受青睐的证据。我说真的，叫我买度假宅我不要我不要。但是有没有那个山清水秀然后很好生活的别墅区？有我知道你可能在想阳明山但阳明山那个不是我们凡人有办法买的。我会想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不错而且那个地方真的是自住的都有不是说什么6日周末才会有人如果你在台北，你没事可以去开车去里面绕一绕，哇，真的是不错那边真的都住退休老人新店的直潭直直的直直直走的那个直潭真的不错那边好像是什么净水厂吧还是什么，就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地方。然后其实他开车到那个市区也不会很远那边就真的都是透天别墅那边真的就是一堆老人有在生活的，不是说什么6日才有人，然后平常都没人新店直潭真的是很适合像我都跟我的一个朋友推荐过，他就说什么他要做那个自媒体什么的，然后他的个性很内向怎样，他希望可以买一个就不被打扰的地方然后最好还要有一点点交通机能什么慢慢讲，然后我就推荐他新店直潭，然后真的假的他去看后来也没跟我说看了怎么样，因为他房价也是有一点大概4000要吧但你对比台北市蛋黄区，这个就叫做友善那边都透天，真的很好，那个步调真的很舒服算是大台北地区少有的一个，我觉得不错啦那个地方你硬是要把它归类成度假宅，那就不对那就要退休养老的地方。度假宅很纯正的度假专用的宅表现都很烂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我说的是纯度假别墅在分类上我们都叫它透天它的维修费用很高，
我们一般的电梯大楼3房有在缴管理费，你中外社区出什么事情，大概也都管委会出钱去弄嘛，对不对？那漏水怎样，马达怎样机电设备怎样，那个度假宅你知道东西坏的有多快吗？真的是快。山上的房子我说北部超级容易潮湿干嘛，然后就坏掉了。比方说那个洗衣机，洗衣机就在那边放，洗衣机我们要挖塑胶壳，我们在都市里面摆着，就这样，顶多有灰尘，没有，他们很快就发霉了，就表层会发霉。为什么？因为山上湿气很重，那湿气很重它就会凝结水珠在那个家电的外面，然后就发霉你维护房的成本会很高，你东西会一直坏，那不是说什么开除湿机的问题而已不然海湾新城怎么那么破？海丰第一排，你自己去看，你就 Google 海湾新城啊，你就会看到很多 YouTuber 就去拍他们故意拍的跟探险一样就这样。你看那个房子烂起来可以烂成这样什么都看到钢筋什么有没？当然啦，那时候那个年代还在流行一个什么辐射屋、海沙屋，那是另一回事。但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山上的房子、海边的房子烂起来很快，你维护成本会很高，这你一定没有想到你当初觉得买来度假很好很棒棒6日去干怎么又这个坏那个坏人又不在那处理又好麻烦算了啦就摆着摆在那里久久看一次好像也没涨算了啦就继续放着，然后觉得我买这个东西干嘛？租又租不出去，管理费又要缴东西又一直坏了我又不想修，莫名其妙就很麻烦这样。你这样看看，海湾新城真的是我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个，我们都叫它鬼屋，真的。它现在变成一个好像网红打卡圣地。再往前走还有那个3只飞碟屋。讲到这个，好来我讲一讲，很酷真的很酷这一集好像特别的长，不过不重要就是3只飞碟屋嘛就是白沙湾飞碟屋你都知道了然后那附近有一个工地那个工地本来有要起造新的建案很早了，那大概在我11、12岁的时候，差不多那我后来了解房地产，我才回去查的就当然是先去查自己熟悉的地方嘛然后就去查说那边本来也有建商要盖房子的计划，就是飞碟屋啦那一块土地为什么会盖成飞碟屋不去挖地基不一定正确但是很有趣就这样。等于是鬼故事了这怎么样呢？就土地都整理好了然后他们就开挖下去，就大量的骨头、人体的骨骸就是这样。然后施工过程各种不顺利就慢慢出代志然后哇，这个数量怎么会这么庞大？后来还去搞了一只龙石头做的龙我也不知道就蛮大只的那个龙比车子长应该要比游览车还长就这样龙说要去震那个地方，就是龙都做出来了，要去镇压那块土地，盖房子顺利这样。好，那个龙后来就断掉了断开，它是写断成2截，但是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去看，因为它后来被拉到路边放那个我印象中是3节，就不了了之了，就到现在了然后那边的灵异故事也很多什么晚上有人敲你窗户什么有没的好，我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因为我去查石门县志还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说，你一个地方其实当地的那个区公所它都有一个古书啦，就以前流传下来的东西。反正东查西查，查到原来那块土地当初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么多骨骸？为什么这个施工不顺利那骨骸到底是哪里来的？因为那块土地当初是我们台湾中法战争法军登陆的地方，是这样所以它是古战场，就这样。战场就是这样嘛，弄一弄的话就直接就地就给他买一买了就这样。所以他挖到的应该有很多是法国的战士就是这样。反正就这样了这是给你参考。所以建商也是可以东查西查，其实很多地方的地名它已经就透露出了会有那个问题。比方说我们讲那个辅大辅大从那个白沙湾北海岸直接跳回辅大辅大大家知道北部都知道吧那个大学女生青春洋溢很漂亮辅仁大学它的后面当然现在有一个辅大医院嘛现在那边也是未来很明星的地方因为它温仔郡从化区没有包含的地方反正温仔郡从化区去看它的它的怎么那么奇怪，它的那个从化区好像要让出一个什么东西2只脚尖尖的那个地方就是辅大啦。辅仁大学它现在后门那边不是有那个辅大医院吗
不烂哦，医科哦，那个也是，我们以前也是觉得神在念的，分数超级之高，因为它是医科。辅大后面那条路是不是有一个叫贵子路，对不对？富贵的贵，儿子的子，贵子路，贵子坑其实贵子这个东西啊，在台湾很多地名都有了。你那个 Google 地图，你直接打贵子，会出现很多县市都有所谓的贵子坑、贵子路。为什么那个地方有问题因为贵子路以前人家讲做龟仔路啦，鬼仔路啦。为什么说那里鬼很多？因为以前在那边什么福建闽南什么漳泉械斗，对不对？漳泉械斗有吧？这不是被写在那个历史课本上的？以前约架约战的地方就在那里啊，所以那地方也是战场，就很多那个尸体嘛然后就变成人家传言鬼很多嘛。以前的处理一定不是像我们这样，好，我们把它拉到火葬场，慢慢拿种尸就就地掩埋，然后所以就埋了浅浅的埋了些野狗又来挖或者什么的，然后骨头中有磷嘛，鬼火的东西就很多。所以就变成说是龟鸭楼，当然不好听嘛。有一个地方的地名如果命名成鬼仔路还得了，对不对？那附近居民就抗议啊。顺便贵子路，贵子坑，来想想看，贵子坑是什么？龟鸭坑那是什么？那是埋人的地方啊，对不对？妈，你住那个贵子坑附近，你不要告我，这个我就讲讲笑话而已就有这种传言很多那个古人早就跟你讲了那个地方怎么样看地名就知道了。我讲这干嘛随便。